澳大利亚国防部将建立一个负责远程火力的陆上军团和另一个专门负责信息战的部队。澳陆军还将进一步提升其情报通信和电子战能力，而强化海军力量则是此次扩军计划的重点。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澳大利亚的舰艇和潜艇数量将会增加1倍。其中，潜艇方面主要是去年9月，美英澳领导人宣布达成AUKUS联盟，并签署合作协议，由美英共同向澳大利亚提供技术，建设8艘核潜艇。莫里森此前预计，第1艘核潜艇将在2040年前下水。3月7号，莫里森还宣布，计划在澳大利亚东部投资100亿澳元建设新的核潜艇基地。莫里森表示，新基地的建设将增强澳大利亚的战略威慑能力。美英的核潜艇舰队也将对该基地进行定期访问。尽管未直接点名，但舆论普遍认为，旨在提高战略遏制力的新基地建设明显是针对中国。澳大利亚计划在东部投资100亿澳元建设。现在就开始建设核潜艇基地，那么到核潜艇建成的时候，而有了美英的支持，澳大利亚在亚太也就能拉大旗做虎皮，谋求地区霸权。由此可见，澳大利亚与美英组成AUKUS联盟，现在又迫不及待地建造核潜艇基地，无疑会严重破坏地区安全局势，对中国构成潜在威胁。对于澳大利亚的做法，我们需要保持必要的警惕，认真做好应对之策。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除了用核潜艇把澳大利亚武装起来，让其成为美国的打手以外，还在于借此强化在澳大利亚的兵力部署。去年9月16号，在美英澳组建AUKUS同盟的第2天，美澳两国就宣布将扩大军事合作范围，包括增加驻澳美军人数、提高美军战机、水面舰艇以及地面装备的轮换驻防频率，增加两国军队举行联合军演的次数。因此，美国罔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在核问题上对澳大利亚采用双重标准。
澳大利亚没有大量的这个核燃料，那么核潜艇你用什么核燃料？你用美国的军用的核燃料。那你在其他的地方，你在伊朗，你在朝鲜，你在印度，以前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你都进行了大量的制裁。这当然是双重标准，而且这个政治影响非常之恶劣。另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澳大利亚还计划增加阿拉弗拉级巡逻舰的规模，并将打算建造的猎人级护卫舰从8艘增加到9艘。此前，澳方表示要建造12艘阿拉弗拉级巡逻舰。澳大利亚媒体还妄言地宣称，一口气发展12艘，目的就是干涉南海局势。去年12月20号，首舰阿拉弗拉号已经在奥斯本海军船厂下水。据报道，阿拉弗拉级巡逻舰标准排水量1640吨，主要武器装备为一门40毫米舰炮，最大航程可以达到4000海里，能搭载专门的任务包，比如海上战术无人机系统。未来还将具备执行海上快速环境评估、反水雷战等任务的能力。澳大利亚建造的阿拉弗拉级巡逻舰属于大型的巡逻舰，所以说这种巡逻舰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近海巡逻舰，它可以进行某些远海任务，它也可以前往，比如说中国南海、中国的东海附近，跟随美军进行低强度的一些任务，以及呢海上的执法，还有这个水雷作战。而猎人级护卫舰更是被澳大利亚海军寄予厚望的新一代舰艇。去年年底，澳大利亚与英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猎人级护卫舰将以英国海军的26型护卫舰为基础进行研发建造。它的这个项目名称叫做全球战斗舰，它本来就是立足于全球作战，它的满载排水量是8800吨，是世界第一大。它就是为了配合美军在中国的南海或者东海这些海域进行活动的甚至要进行作战的。